איזה עם הלבן שם? כן.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啊，不是好莱坞的战争大片啊，而是6月8号这一天，以色列的特种部队在加沙的努塞拉特解救自己人质的过程啊。现在爬上直升飞机的这位女性名叫诺亚。7个月之前，她跟自己的男朋友啊，被哈马斯的武装分子劫持到了加沙，成为了一名人质，从此音信皆无。在这次人质的解救过程中，她率先被解救出来啊。直升飞机一落地啊，诺亚就见到了自己的父亲。久别重逢啊，死里逃生啊，父女2个人是相拥而泣啊。紧随其后啊，诺亚就跟他自己的父亲呢到医院看望他自己的母亲。他的母亲呢，由于身患脑癌，正在医院接受最后的治疗。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啊，他的母亲一直向媒体呼吁啊，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死之前还能见到自己女儿一面。如今呢，这个梦想成真了。因为我很想念这个孩子，我不知道他在那个生活情况怎么样，能不能洗澡，能不能一天能吃到一顿好饭。我是一个中国人，父老乡亲帮帮我们。我生病了，我得了脑癌了，我的痛苦很大。我希望我的女儿能早日归来，我能见她最后一面吧。以色列的总统啊，听说诺亚被释放之后啊，就给诺亚亲自打去了电话。他在电话里跟诺亚说：“他说我们自始至终都没有抛弃你们，都在牵挂着你们。” אני כל כך מתרגש לשמוע את קולך, זה פשוט מעלה דמעות בעיניים. מחבק אותך בשם כל עם ישראל. אני חייב להגיד לך שאין אישה בעולם שתראו לנוער שלא שינתה את השם ואת התמונה שלך. אני כל כך מתרגש ומייחל ומתפלל שגם אמא ליאורה תזכה. אני מחבק אותך מעומק הלב, מיכל ואני בשם כל עם ישראל. תהיי בריאה, ברוך הבא. תודה רבה. שובך הביתה. אני כל כך שמחה להיות פה, תודה על הכל. תודה על הרגע הזה. מאושרים על הרגע הזה. תזכי ואמצי, בריאות טובה. תודה רבה. בעיניים הכי טובות שלי. תודה רבה לכם. עומר, בוא. 紧接着，以色列的总理啊内塔尼亚胡呢，又专门赶到了医院去看望诺亚一家。כולם שיחזרו, אמן. כול בשלום, אמן. בשלום, אמן. 和诺亚一起被解救的还有另外3名人质啊，他们在回到以色列之后呢，也跟自己的亲人呢第一时间见了面啊。很多以色列的国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欢欣鼓舞啊，他们都跑到了街上啊，去跳了起来，唱了起来啊。因为最近一段时期啊，以色列这个国家可以说是内外交困。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被国际刑事法庭啊通缉战争犯啊，原因呢是因为他在加沙搞的军事行动啊，伤害了很多平民。那么你想想，作为以色列的最高行政首长啊，被国际刑事法庭通缉啊，那德国就表示，他说这个通缉令他们会遵守。如果内塔尼亚胡到了德国的话，德国会把他抓起来交给国际刑事法庭。另外呢，联合国啊也先后出台了几个决议，要求以色列无条件停火，在加沙你必须跟哈马斯谈，你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那你想想，那以色列在国际上所遭受的压力多么之大，包括过去的盟友美国在联合国都投了弃权票啊。就在这种情况下，有4名自己
被哈马斯劫持的人质被自己的特种兵给解救回来，那对以色列的整个国民的士气，那确确实实起到一个非常大的鼓舞作用啊。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4名人质被解救的故事啊。诺亚和她自己的男朋友啊，是10月7号这一天被劫持的啊。这一天呢是以色列的安息日。所谓安息日呢，指的是星期5的太阳落山之后到星期6的太阳落山之前这段时间。按照犹太教的教义啊，这个时间是不能工作的，只能休息。就在这一天，哈马斯啊突然对以色列发动了一次军事行动。这次军事行动的名字啊叫做阿克萨洪水行动啊。Biggest attack on Israel in years, Palestinian militants launched a barrage of more than 5,000 rockets in a coordinated attack by land, sea, and air. 为什么哈马斯这次军事行动啊选择在安息日啊？有人说啊，这是在致敬啊40年前的那场这个第4次中东战争。当时第4次中东战争啊，也被称之为赎罪日战争啊。那埃及啊，还有阿拉伯这些国家选择进攻以色列的时间，也是选择在以色列的一个节日，就是赎罪日嘛。那么呢，当时啊，以色列一开始啊，因为打得有点措手不及，因为你想都在休息呢嘛，所以2-3天的时间呢，才组织起来了有效的反攻啊。那这一次啊，哈马斯也不例外，就在安息日这一天，对以色列发动了一个突然袭击。凌晨的时候啊，他们开始突然袭击啊以色列啊跟加沙之间的这种边境检查站啊，杀死了很多以色列的士兵。占领这个检查站之后呢，很多哈马斯的武装这个分子啊，就从检查站源源不断的开始进入到以色列的境内啊。然后进去之后，他们就开始袭击兵营、袭击哨所、袭击以色列的普通的国民。与此同时呢，还有很多人啊，坐着滑翔伞就直接飞越了加沙和以色列之间的这种边境墙，进入到以色列之后，也开始大开杀戒啊。10月7号这一天啊，在这个加沙和以色列边境附近有个叫雷姆的地方，正在搞一场音乐节。这场音乐节呢是10月6号搞的，但是延期了一天啊，到了10月7号还没有结束。诺亚跟她的男朋友就参加了这场音乐节。这场音乐节呢，大概有3500人参加啊，但是在凌晨6点半左右，就有一辆汽车载着50名左右的哈马斯的武装分子啊，冲进了音乐节啊。他们冲进去之后啊，先把电源给切断了。切断之后，就开始用冲锋枪开始拼命的扫射啊！那现场啊，真的是一般人间地狱啊！据幸存者回忆啊，就在这个过程中间啊，这个很多人就逃到了这个树林子里，有的人就躲在了掩体里，甚至还有那些什么垃圾箱里。但是这些恐怖分子啊，见人就杀，见到那垃圾箱啊、掩体就往里头扔手榴弹，很多人被炸得血肉模糊啊！一直到几个小时之后啊，这个救援人员才赶到了现场，但是一切几乎都已经结束了。这哈马斯的武装分子啊，在现场不但屠杀了270人，同时还劫走了100多名人质，把他们劫到了加沙。这劫持的人质中间啊，就有诺亚跟她的男朋友。刚才的这幅影像啊，应该说通过互联网传遍了全世界，所以诺亚也是啊，在整个这一次哈马斯的这个武装行动过程中间劫持的最有名的一名人质。因为当时在那个画面中间，诺亚不停地在呼喊说别杀我，别杀我啊，整个面目表情充满了惊恐啊。她的男朋友啊，当时也被双手反剪在背后，被押解在这个途中。我想啊，几乎所有善良的人看到这一幕的时候都无不动容啊。诺亚被绑架的消息传到以色列之后啊，他的父母立刻就崩溃了。והסרטון קורע. כמה זמן אחרי כן ראינו סרטון אחר שהיא קצת רגועה, היא שותה כוס מים ואני
מאמין שהיא מוגנת. אני מאמין שהיא מוגנת. יש ביניהם אנשים עם לב, יש ביניהם אנשים רחמנים. אני שומע סיפורים של חלק ששחררו חטופים, תוך כדי חטיפה שחררו אותם. ואני מאוד מקווה שבקרוב מאוד אני אראה את נועה שלי. 他的父亲呢是一名来自伊朗的犹太人啊，他的母亲呢是一名中国人，名字叫做李春红。他呢是94年啊到的以色列啊的留学，留学之后呢就认识了他后来的诺亚的父亲嘛，两个人结婚之后他就留在了以色列工作，后来也加入了以色列的国籍啊。那么当时啊，这个哈马斯在整个这次阿克萨洪水行动过程中间，一共绑架了251名人质啊。这些人质中间，除了以色列人以外，也包括一些美国人、英国人。当时啊，这个李春红就认为他的女儿有一半中国血统，所以他就向中国驻以色列的大使馆求助。我给他取的名字是诺娃，因为我的丈夫很晚了没有孩子，还想要个孩子，所以说我一定要为他生一个孩子。我带他去过好几次中国，中国是我们的家乡，他很爱中国的文化，他很喜欢中国的，还是喜欢中国的故宫的，还是喜欢中国的那个饮食的。我是一个中国人，父老乡亲帮帮我们。我生病了，我得了脑癌了，我的痛苦很大。我希望我的女儿能早日归来，我能见她最后一面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中国跟哈马斯的关系啊，相对来说比较好啊。或许哈马斯会听中国的话呢，看在李诺亚有一半中国血统的份上，或许呢就可能把他释放呢。他母亲可能是出于这个角度考虑的。但是他这个救援信息传到国内之后啊，引起了国内很多人的不满。当时很多人都攻击这个李春红啊，就说李春红当时公派留学啊，没有赔偿损失就留在了以色列啊。更重要的是啊，他的女儿是一名军人，说这军人过去就杀过这个巴勒斯坦的平民。现在你一个军人，人家给你绑走了之后，那你是战俘啊，不是人质啊，是吧？结果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李春红就接受了凤凰卫视的采访。在凤凰卫视的这个采访里头啊，李春红的有2段话引起了很多中国网民的不满啊。在网络上呢，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评论，以及甚至是包括一些质疑声。当然了，也有网友啊，也是提出质疑，就是想知道您目前的情况，比如说您现在是中国籍还是以色列籍，这个的话也是在网友当中也是有疑问的。我现在是以色列人籍，但是我不是说，难道就说以色列籍，你们中国人就不可以帮助我吗？你听懂了吗？我觉得帮助人啊，都就是人人的义务，都是义务，但不是说我现在以色列籍，中国人就不可以帮助我了。这段话就传到国内的时候，又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因为李春红说，他说救人呢，在他看来这是人人都有的一个义务，但是对于国内的很多人认为啊，这不是，因为你诺亚就是以色列人嘛，你以色列人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啊？我在想，这里头肯定是存在一个价值观的分歧啊。对于李春红看来，他的女儿是个人，任何有条件能够搭救自己女儿的人都应该想办法去搭救自己的女儿，而不管她是什么国籍。而对于很多国内的人看来，你这个李春红的女儿诺亚，你就是以色列人，你这个以色列人跟中国本身没有关系，中国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去帮助你们家庭去营救你的女儿。另外一个方面呢，这李春红在采访中间说到，这个你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很特殊的，是所有的公民都得去服役的，是不是？你懂？你知道以色列人，他曾经是一个军人，但是他现在是个学生，他服兵2年还是3年，我不知道。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女孩一般是不上战场，他做的都是些办公室的工作。等于说他现在的状态是已经参加工作了，对吧？没有，他是个学生，100%的学生。
但是呢，这其实很多国内的网民也没太在乎啊。那总而言之啊，就当时在网络上还掀起了一轮关于诺亚的一个不大不小的争论啊。我自己这么看啊，就是李春红或许他的价值观啊，跟国内的很多人他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差异。就在他看来，他的女儿就是人人都应该去救嘛。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有跟我们有关系的人，我们才有理由去救。这应该说是那场网络事件过程中间最大的价值观的分歧。我不知道大家也怎么看这个问题啊？至少我这么看啊。那对于一个被哈马斯绑架的人来说啊，只要有条件去救啊，那确确实实都应该去帮助嘛。因为对于这些人质来说，他们是无辜的；对于这个诺亚来说，他完全是无辜的。所以只要有能力去救，都应该去救。我觉得这一点观念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只不过双方当时采访的时候啊，由于网上那个视频延迟非常重，再加上李春红啊，他自己中文已经多年不使用了，所以他的很多表达不是特别的准确，所以造成了一些误会，给人感觉这个母亲当时说话啊不是那么的得体。但我个人角度来讲，作为一个身患脑癌，看到自己唯一的一个女儿啊被绑架之后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一种心态啊，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事隔之后不久啊，他的母亲啊在网上还专门发过视频，哀求拜登啊，哀求国际社会啊，能够帮助他这样一个母亲呢。你们不开心的，你那是Joe Biden，你还会怎么把我让好像 ？Maybe the last wish for me， 你妈妈先没打奶奶 ，Please help me。我们说回到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这场战争啊，10月7号这一天啊，哈马斯啊对以色列发动军事行动。10月8号这一天啊，以色列就对哈马斯正式宣战。以色列的总理这个内塔尼亚胡啊就说啊， אנחנו במלחמה, לא במבצע, לא בסבבים, במלחמה. אנחנו במלחמה ואנחנו ננצח בה. 于是呢，以色列开始全方位的对加沙的哈马斯这个武装呢进行打击，开始切断它的水和电啊等等啊，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军事行动，肃清以色列境内的这个哈马斯的武装力量。到了10月27号这一天呢，这一天也是安息日啊，以色列正式发动了一个叫铁剑行动。这场行动呢，以色列呢就挥师进入到了加沙。因为在10月8号之后啊，以色列在全国范围内就进行了战争动员，然后呢就征集了29万5千名自己的后备军队啊。以色列自己的国防军一共就16万啊，这加起来就有40万人了嘛。他们组建了10个旅，开始对加沙进行军事行动，从北、中、南部3个方面开始全面进攻加沙。以色列的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非常明确啊，就是要消灭哈马斯的武装力量和组织力量，以期啊彻底解决哈马斯在加沙地带长期以来对以色列的侵扰问题。应该说，以色列这次是下了决心了。I have 3 goals. One goal is to defeat Hamas, utterly defeat and destroy Hamas. The second is to bring back our hostages. And the third is to ensure that we don't have a similar threat in the future from Gaza. 但同时呢，内塔尼亚胡啊也在这个内阁中间宣布啊，他要发誓要把哈马斯当时啊劫持的251名人质啊全部安全的带回到以色列。啊，这个跟哈马斯就正式干起来了。战争的打的过程中，那哈马斯肯定不是以色列这些国防军的对手啊。但是哈马斯大家都知道呢，他其实平民跟士兵之间也分不清楚，他就采用这种不对称的战争啊。所以战争打了没多久之后呢，哈马斯就被压制下去了。但是以色列这时候就面对怎么解救自己人质的问题。在去年的11月23号这一天，以色列先是跟哈马斯达成了一个协议，说你释放50名人质，然后呢，我给你释放150名的巴勒斯坦人，然后呢，以色列宣布你多放10个人，我就多停火1天，因为当时签订了停火协议是4天。结果后来呢，陆陆续续哈马斯一共释放了103名人质，主要都是一些妇女和孩子啊。那么在这之后呢，据统计啊，就是这个哈马斯这个地方还绑架着有以色列的100多名人质。这之后啊，这解救人质就比较困难了啊。在去年的12月初啊，
当时以色列接到了一个情报啊，就当时有一个叫巴克鲁的这个人质在哈马斯的武装分子的看守之下，那以色列呢就开始对这个人质进行解救，结果解救的过程中间呢，人质没有解救下来，自己的军官还有2名受伤，最后这个人质呢也被打死了。还有人一种说法就是被以色列自己的士兵啊在解救过程中间误伤打死的。所以你要知道，解救人质是非常难的。在整个军事行动过程中间，一开始以色列啊就认为啊，就是这些人质可能都被哈马斯安排在这个地道里头了，所以在战争初期，他们就派了很多无人机在空中啊搜集这个情报。结果后来呢，就发现这个地道里头好像是没有多少人质啊。最终啊，他们发现啊，实际上这哈马斯多数情况下都把这些人质啊藏在了平民家里面，他们给这些平民钱，让这些平民呢就看守这些人质。于是啊，《纽约时报》还发了一篇文章讲啊，他说当时这个哈马斯啊就给这些看守人质的这个家庭里头下了一个命令，就是如果要是有人过来解救这些人质的话，当场就把这些人质全部杀死。后来以色列啊就找到了一些情报，最终呢就找到了说，在这个努塞拉特啊这个难民营里头啊有2个人质的隐藏点，一个人质呢就是这个诺亚，另外一个点呢关押了3名的这个以色列的人质，都是男性啊。于是以色列就开始制定了一个详细的准备营救的计划。据他们自己讲啊，他们在沙漠里又建了一个模型啊，模型之后呢，就让自己的这个特种部队反复演练怎么去解救啊这个过程啊。以色列在做类似的军事行动的时候，一般来说总是采取这种方式啊，但据说这个行动必须是内塔尼亚胡亲自批准才可以。但据说这个行动啊，在此前有几次啊都要行动了，内塔尼亚胡在关键的时刻都叫停了。那么在6月8号这一天呢，终于这个行动就开始正式打响了啊。据这个媒体现在报道啊，就那一天的上午的时候呢，以色列呢它是派出了2支小分队啊，进入到努塞拉特。这2支小分队呢至少有一路呢是开着汽车进去的啊，这个汽车呢是拉着家具，说里头有床垫。然后这里有10几名士兵装在那个车厢里面，有2个便衣。进入到了努塞拉特啊这样的一个难民营之后啊，他们就突然开始打枪，然后就开始解救啊。这2波人质啊，解救诺亚这一批呢最顺利，因为诺亚这一批呢据说是看守比较少啊，他们冲到门口之后把看守打死之后呢，坐着这个梯子啊，就从窗户进到了诺亚的房间。这个以色列的士兵就跟诺亚讲，他说我是来救你的，我是以色列的国防军。诺亚当时不相信呢，紧接着这个以色列的国防军就对他说了一句，他说我可以把你扛起来吗？这个时候诺亚就相信这是以色列人来救他了。他说为什么？因为只有以色列人才会在这个时候问一个女性，我要扛你之前，我要征求你的意见，哪怕是在枪林弹雨的解救时刻。于是呢，这个士兵啊就把诺亚扛起来之后呢，就撤离了这样的一个人质关押的地点啊。而另外一路呢，去解救那3名人质的时候呢，就比较困难了。他们当时啊就被关押在一个半岛电视台的这个记者家里。这个记者啊名字叫阿卜杜拉，叫贾马尔啊，我好像阿拉伯人都是叫这个名字啊。然后呢，这个人平时呢是给半岛电视台啊好像打工，同时还给美国的一个巴勒斯坦什么时报啊写稿啊，是一个自由记者啊。那当时的这个解救小组冲到他们家之前，在那个楼梯里先见到他的妻子啊，一枪就把他妻子打死了。进到房间里头，把这个阿卜杜拉也打死了，又把阿卜杜拉的父亲也打死了，把他的妹妹打成了重伤。但是他的孩子啊没有被打死啊，在这个过程中把3名人质给解救了出来啊。但是解救完这4名人质之后，要往外走的时候啊，当时啊许多哈马斯的武装力量就赶过来了，他们拿着火箭筒啊就开始袭击这个车辆。据说这2辆车辆中间有1辆就被打中了，抛锚了。结果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些特种部队的就呼叫空军来支援呢。于是这直升飞机赶到现场啊，就对这周边的这个恐怖分子进行轰炸。那你想想，这个哈马斯的武装力量跟平民都裹挟在一起，所以大规模的伤亡就发生在这一个时刻。最后啊，这个解救小组啊成功的撤离了现场。就在此时此刻呢，有2架直升飞机就停留在海滩上啊。
诺亚呢跟一名解救部队的军官坐上了一架直升飞机，而另外3名就是人质呢跟一名受伤的这个救援队员啊，也放到另外一架直升飞机运回到了以色列。应该说整个救援过程中间是非常成功啊。在救援过程中间，以色列那名负伤的军官名叫阿尔农，他呢是特拉维夫大学学中文的一名学生，最后呢由于伤势过重牺牲了。以色列呢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命名为阿尔农行动。整个救援的这个过程大致就是如此应该说在战术上来讲，以色列的这次救援非常之成功，可以差不多跟历史上他们那次非常有名的恩德培机场的那个救援那个可以相媲美我相信要不了多久这次救援的行动一定会被拍成电影。而且呢，以色列自己的这个内阁成员就在他自己的内阁办公室里全程看到了实况转播。因为现在战争这以色列的这个士兵头上都带着摄像头，所以这些摄像头可以实时的传回到后方，所以以色列的内阁成员可以在特种部队解救的过程中全程观察到整个这个过程，真的是现代化战争那么怎么看这件事情我有几点想要说首先第一点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国内有很多网民就在讲，他说你看那诺亚被解救过来之后吃得白白胖胖可见这个哈马斯好像是也没有虐待他们对他们还挺好但我觉得这种观点肯定是不对的因为这几名人质就在这个被解救之后呢，也都送到了医院进行身体的评估。身体评估的结果今天已经出来了就说这4名人质实际上都受到了很大的虐待。首先是他们吃饭吃不饱，饥一顿饱一顿的，所以呢他们都有严重的营养不良，尤其是没有蛋白质也就是说没有吃到肉或者鸡蛋，基本上可能就吃点这个干粮能够充饥所以表面上看起来白白胖胖不一定就是说你的身体健康。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们的心理都受到了非常大的摧残。你想一想，你每天你都不知道随时这个恐怖分子会进来之后把你打死，把你关押在那个地点里头，你想想这个状况怎么能是对他一种好的状态呢？所以说恐怖分子对这些人质好，那是完全是胡说八道。为什么这些没有对他们进行肉体进行虐待？因为对于哈马斯这些人来说这些人质是他们手上的牌，他要跟以色列谈，要拿这个人质换取更大的利益，所以他当然不能对这些人质采取那种非常残酷的这种折磨了。你折磨的太狠了，你把人折磨死了，他本身就没有交换价值了嘛。所以这些人不能说哈马斯对他们人道对待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么哈马斯在事后说，他说在整个以色列的解救过程中一共杀死了210名平民，还有很多人受伤当然这个数据本身我们不知道是真是假因为那医院的评估数据说那一天接到的这个现场的死亡者的人数大概是70到80人左右但是我觉得100人左右肯定是有的那你为了救4个人，然后呢你杀死了100个人，这是不是合理？我这么看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哈马斯把这个劫持的人质放到了平民家里面，然后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去看守，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些平民的死亡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在我看来这个应该由哈马斯自己来负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去年12月份的时候，以色列自己在打仗的过程中间无意之中他杀死了自己3名人质，因为那3名人质当时可能看他们的人被打死了或者跑了，所以他们就躲在一个楼里后来他们看到以军赶到现场之后，他们就打了一个白旗出来，结果打了一个白旗出来的时候，以军士兵以为这是个陷阱，就把这3名人质全部给打死了。打死之后以色列进行调查，那3名死者的人质的一个母亲就说，他说这件事就这么过去吧，因为这笔账要算在哈马斯身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对的，虽然他开枪打死这人质的是以色列的士兵，因为以色列的士兵接到命令要对任何接近他的成年人把他打死，所以他没犯什么错误。那么是因为这场战争是哈马斯引起的，所以这个账要算在哈马斯身上。同理，我觉得那些因为以色列的军队在解救人质过程中造成平民死亡的，这个账应该算在哈马斯身上，因为哈马斯把这些人质安藏在了普通的平民家里面，他们又没有识别标志，又没把它当作战俘来对待，
所以以色列想解救这些人质的话，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造成平民的伤亡。那你说造成平民的伤亡过程中间，这个比例原则我们可以讨论啊，但是这笔账要我说就得算在哈马斯身上。你如果要是想避免这种现状，那你就自己搞一个战俘营啊，那么以色列进攻的时候不就可以避免平民的伤亡了吗？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我是不同情这些哈马斯这个分子这个说法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中国你在海外也被人劫持啊，去年的时候就有几个中国国民就在非洲就被一些武装分子就直接给杀了。假如说这些武装分子也不是正规军队，他就把中国的这些国民给绑架了，那中国的军队要去救援解救的过程中间，就把这些武装分子也包括武装分子旁边的一些平民给打死了。你说说这个到底应该谁来承担责任？是中国政府应该承担责任，还是这些武装分子应该承担责任？显而易见，就是这个武装分子应该承担责任呐，账应该算到他们头上去。是谁是首先劫持了人质？是谁在这个过程中间没有遵循战争法的原则，把平民跟武装力量混为一起了？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啊。最后我还想讲一点啊，我说以色列啊这次解救人质啊，在战术上非常成功，但是在未来他要想复制这种方式，大规模的解救自己的人质是非常困难的。现在呢，以色列啊在哈马斯手中呢还有那么100多名人质，这100多名人质中间啊，有些已经被哈马斯杀掉了啊，因为以色列已经找到了19具遗体，但是至少还有100名左右还活着。但是以色列这次解救了人质之后，那哈马斯也不傻呀，他肯定要想办法，对吧？一种方式，他有可能会把这些人质啊转移到地道里。大家都知道啊，加沙的地下啊是地道密布啊，这些地道现在都是哈马斯的武装力量跟以色列的军队打地照战的这样的一个战壕啊。他把人质转移到这里之后啊，你以色列的军队如果要去解救，你可能没有解救成功之前，他们就把人质给杀了。毕竟你进入到地道，比进入到那些平民的公寓要难得多。另外一个方面啊，你在这个公寓里面，就算是平民家里头，他可能将来也会跟这些看守的人说，你在这个赶紧把这些人质给杀了。所以解救的难度啊会进一步的增大。所以啊，这批人质啊未来的命运，在我看来啊，要想解决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要知道，以色列在加沙的这个军事行动，这2个目标之间实际上是冲突的。一个目标，它是要在组织上和这个军事力量彻底打掉哈马斯，这是以色列这次下决心搞这个军事行动的最主要的目标。另外一个目标，他也想把人质解救回来。但你想想，这2个目标是不是冲突的？因为你要想让人质回来，你这个不能解救的话，你就得给哈马斯留一条命。但是呢，以色列这次铁了心思要把哈马斯打掉，而哈马斯也知道，他现在就算把人质放了，以色列也不会饶过他。你想想这些人质未来的前景是不是前景堪忧啊？说句心里话，对于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这2个这个世代为仇的这么民族过程中间的武装力量啊，要想做道德评价很容易，但是呢，要想做现实中间的选择非常之难。你假如说我是一个以色列的总理，我来如何做这个选择呢？我个人觉得我很难想到比以色列现在这个政府啊这个更优的选择。但反过来，那如果我是哈马斯呢？明明打不过以色列，那用什么方式呢？那可能采取这样的方式啊，也是他们立场中间的现实的迫不得已的选择。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间，普通的平民成为了牺牲品。所以，作为角度来讲啊，我只能希望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尽早结束啊。当然，这种希望呢，说句心里话，也没有太大价值，因为我不能取代那个事在其中的人来做选择而已。所以，面对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这种冲突，我个人觉得道德评价真的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我今天也就不做太多的评论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שיחזרו, אמן.难道就说以色列籍，你们中国人就不可以帮助我吗？我觉得帮助人啊，都这是人人的义务，都是义务。